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诚意仙侠 CP 别乱组，有的强成经典，有的虐到哭，有的就像大人领小孩玩。不管是现代言情，还是古装偶像 ，CP 感这东西，有时候还真的是一门说不清道不明的玄学。有些演员看着男帅女美的组合到一起一看，的确超级养眼，但就是莫名的少了些味道。而有些人看起来年纪也好，外貌也罢，极其的不搭，但演起对手戏来，就是会给人一种天作之合舒适度，让观众情不自禁的磕他们的 CP。特别是仙侠的 CP 感，真的不是可以乱组的。有的人在一起完全可以强成经典，让观众印象深刻，过目难忘；有的人在一起真心会虐得肝肠寸断，让人禁不住的流泪爆哭；而有的人在一起则像大人领着小孩子玩，看起来幼稚又可笑。因为年龄层面的不同，每个人心目中的经典的仙侠 CP 也不尽相同。比如像苗苗这种老阿姨，只要一提起仙侠剧的 CP， 便会情不自禁地想到胡歌和刘亦菲当年在《仙剑奇侠传》的李逍遥和赵灵儿这对绝配组合。那时候真的是年纪小，太过单纯，真心被他们两个第一次见面时的场面羞涩到了。记得面对赵灵儿的美貌，李逍遥接二连三咽口水的喉结都显得过于印象深刻了。何况第一集的时候，我们坏坏的逍遥哥哥便主动亲吻了我们单纯可爱、懵懂无知的赵灵儿。其实现在仔细想想，在赵灵什么都不懂的时候，李逍遥便夺去了她的清白。李逍遥还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坏蛋。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对经典的 CP 组合，就像是青春的印记一样，再也推翻不了了。不得不承认，胡歌当年那张初恋脸的确挺有魅力的，不仅仅可以跟刘亦菲组成经典的仙侠 CP， 到《仙剑奇侠传3》的时候，跟杨幂的组合也是不容小觑的。若是说胡歌跟刘亦菲的仙侠 CP 是属于初恋青涩甜美系的，那么胡歌跟杨幂的组合便是将欢喜冤家式的仙侠 CP 演到了天花板的级别。这两个人就像两个皮猴子，各有各的傲慢，各有各的天性，好像根本无法相容似的。可是随着故事的展开，情感的层层递进，两个人之间越来越有默契，越来越清甜，越看越顺眼。在年轻一点的观众心目中，经典的仙侠 CP 又有了刷新。比如赵丽颖和霍建华在《花千骨》中长留上仙白子画和花千骨这对儿，定然能入得了很多人的法眼。那时候的赵丽颖满脸的胶原蛋白，肉嘟嘟的，看起来元气满满，特别的青春靓丽。而那时候的霍建华也算是颜值的巅峰时刻，且演的白子画一脸的淡漠冷冽，活脱脱小说里走出来的男主。这两个人往那里一站，简直就是师徒相恋的鼻祖，根本就无法被超越。当然了，近年来也有不少的仙侠 CP 出圈了，有的那可真是实至名归的强成了经典。比如赵又廷和杨幂联手为观众带来的超级好看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的夜华和白浅。说这对儿强，可不仅仅说他们的 CP 感强，还有剧中角色设定强，一位是四海八荒第一美女青丘女君，一位是未来之主天竺太子。最主要的是，这两位的演技在这部剧中的表现也是有目共睹的。平心而论，虽然苗苗特别喜欢杨幂，但并不认为她是个实力派演员。但白浅的确让她演活了。白浅身上那种洒脱不羁、爱恨分明、有怨报怨、有仇报仇的强大气场，都被杨幂诠释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代入感特别强。
而赵又廷的演技就更加的不用说了，本来并不看好他的颜值，觉得他毁了小说中的夜华，可他偏偏凭借精湛的一场整容式演技，完美的诠释出了夜华的深情，让该剧中的夜华和白简成了近年来几乎无法被超越的经典。除此之外，仙侠 CP 还有另辟蹊径、走暴虐路线的，也给观众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其实，一提到虐，苗苗最先想到的是香蜜沉沉烬如霜中的小葡萄和旭凤的，但奈何这对儿其中的一人已然塌房，咱们不提也罢。而可以与之一较高下的，便是程毅和袁冰妍领衔主演的《琉璃》当中的雨丝凤和楚玄机了。怎么说呢？《琉璃》这部剧的整体架构看似很虐，但其实追过该剧的观众都知道，他们仅仅只是在设定上看起来特别虐。比如十世情侣不得善终，最后一世才终于得以圆满。但看过此剧的观众，在追这部剧时的最重要的感受不是虐，反而是特别的清甜，还是那种撩到极致的清甜。因为女主楚玄基本就是个没有五感的无心之人，所以她什么都不懂，特别是对感情，故而对男主雨丝凤做了很多超出常人的撩夫情节。然后撩完了，他没事儿人似的该怎么过怎么过，留下我们的小可怜雨丝凤心心念念的独自品味爱情的苦果。不得不承认，这对男主来说的的确确挺虐的，但观众看的还算欢乐。所以说，这部剧与其说是靠虐出圈，不如说他走的是撩人路线。而真正靠虐出圈的，还属当下正在热播的由程毅、杨紫领衔主演的《沉香如屑》。这部剧目前已经播出20多集了，但已经将虐用到了极致。首先，《沉香如屑》中的男主应渊帝君，他是个禁欲系男神，就是必须断情绝爱，一心守护三界，不能有感情的冷血动物。这本身就已经注定应渊和颜淡的爱情根本就不可能有个美好的开始了。故而，哪怕应渊帝君已然对颜淡动心，他也不能越雷池半步，否则便是对三界众生的不负责任，对天尊的背叛。其实，女主颜淡是个特别执着的姑娘，她不动心则已，动了心便一心想要一个结果。为了应渊，她不惜剜心取血，也要救应渊一命。天刑台也上了，雷刑也受了，甚至不惜跳了可以毁了自己仙灵的布了桥。可为了忘记应渊，她还要苦哈哈地承受900年的夜忘川之苦，熬瞎了眼睛，熬白了头发，冻伤了手脚，但终归是没有等到她心心念念的应渊的一句真心。哎，这姑娘的命怎叫一个惨字了得？那可真是虐的观众一个肝肠寸断，爆哭不止啊！而跟这些个好看的仙侠 CP 相比，还有一种类型的组合，就看得有点像小儿科了。男女主在一起，总会有种大人领着小孩玩的既视感。就像徐凯和周冬雨在《千古绝尘》中上古和白绝这对组合，单独看周冬雨，灵秀俏皮，笑起来眉眼弯弯的，特别可爱。徐凯更是帅气非凡，特别是演起古装剧来，不说俊逸出尘，仙风道骨，也算是人间一道亮丽的风景了。可这来个人凑在一起，就有那么一点大人哄小孩的玩闹感。其实，仔细追过此剧的观众都会觉得，不管是在剧情上，还是人物设定上，都没有什么问题。唯一的缺点就是周冬雨的骨架太小了，有点撑不起古装那种特别大气的衣服，比如有的戏服，她穿起来就显得有心无力一些，就像是穿了大人衣服的小孩，也难怪会给人一种大人领孩子的错觉。所以说，仙侠 CP 还真不能乱组，有的人的的确确可以强成经典，有的也的的确确可以靠虐或者撩出圈。但若是像大人领孩子玩，这不就是有点得不偿失，
贻笑大方了吗？